每次讲到防晒，大家就要我们问，哪一种防晒品比较好？我跟各位讲一下，我们先谈晒好了哈。你去看公园的长椅子有没有晒久了，它会那个脆化掉哈，那就告诉你说，其实紫外线对细胞的伤害是干燥、长斑，而且 DNA 的破坏，所以它确实会导致皮肤癌。因此，是的，你一定要防晒。可是呢，因为商业的影响，使得大家觉得防晒就是防晒品，不是，防晒的中文叫做防止曝晒。那因为防晒已经被物化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喜欢讲避晒哈。真正的防晒应该是避晒才对。那在物理的避晒跟化学避晒里面，我们要跟各位讲哦，就是说第一个，你每次在谈防晒的时候，你就会谈到防晒品啊 SPF 值这样。我跟各位讲一个最简单的皮肤科医师最痛恨的话题哦，你在正中午出去，然后跑去沙滩上很认真的打沙滩排球，然后你告诉我说，请问我 SPF 值50够不够？我跟各位讲一下，什么叫 SPF 值50，就是你去晒的时候，它会遮蔽49%，让1/50的东西进来。那也就告诉你，如果 SPF 是100，就是它会遮蔽99%，让1%进来。那你知道，像我们这种很穷的人，1%就很少钱这样。可是如果你像郭台铭啊，或者像巴菲特那种，他的1%还是很多钱啊。你在正中午跑出去晒太阳，你知道你的1%多少吗？所以最重要的是不要在正中午跑出去晒太阳，这个才是真正的防晒。我们常常在讲防晒分化学性跟物理性，那如果各位懂它整个的历史源流就很清楚。人类最早的防晒一定是物理性的哈，你看那个非洲的那个动物奇观，那个大象有没有跑进那个泥潭里面滚来滚去？然后一方面是降热了哈，然后因为水嘛，那一方面是杀掉它身上的寄生虫，其实一方面就是防晒，因为它身上很多泥巴，可以避免阳光直接晒在它的皮肤上面。人类开始的防晒也是物理性的防晒，然后后来因为你要做彩妆嘛，那你总不可能擦一个很漂亮的彩妆，然后再擦一坨泥巴上去，那就把颜色改掉。所以后来才发明化学性防晒。化学性防晒的特色是渗入角质层，它必须渗入角质层才能够吸收到角质层里面的那个紫外线。可是化学性防晒的防晒力就相对物理性就低很多。那但是化学性防晒就有渗入问题，因此对于皮肤科医师来说，化学性防晒会引起皮肤的刺激发炎，几乎是常事，这不用讨论。因此你会发现，大概在这几年哦，敏感肌很明显的时候，大家纷纷在讨论物理性防晒，就不太讨论化学性防晒。可是我们来讲一下物理性防晒的坏话哈，你的颗粒就是我们一般讲那个titanium dioxide嘛，二氧化碳或者是那个 zinc oxide 氧化锌哈，就是你的颗粒太大，它就很疏啊，然后你就很容易阳光晒进来，等于效果不好。你的颗粒太小，它要塞住毛孔，塞住毛孔它要造成后续的干燥。如果你是这个频道常客，你就知道干燥它会造成没有办法代谢，没办法代谢造成角质堆积，然后就暗沉啊、黑啊、发炎这样。然后你把它奈米化以后，它又会产生化性的问题。所以其实对于皮肤科医师来说，我跟各位讲，如果你真的不听广告的乱讲话，你真正该做的是避晒，好吗？就是不得已的时候你才擦防晒，可是真正要做的事情是避晒，好，就是戴帽子、撑伞，走在走廊下面，中午不要出门，逛街逛地下街，谢谢。这集快要 ending 了哈，ending 一定要把话讲清楚，省得我被其他皮肤科医师骂。第一个，绝对不要晒，所有的医师都叫你不要晒哈，可是不要晒不表示要擦防晒哈，你要戴帽子、撑伞，不要在正午出门，然后你要穿长袖，你要做各种的避晒动作，不得已才擦防晒。所以我要把话讲得很清楚，第一个不要晒，能不晒就不晒。然后真的不得已，你就必须擦防晒。那擦防晒，你就要去考虑到这些防晒对皮肤的伤害。这就是敏感肌盛行的现在，你必须做的肌肤监测。谢谢。